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超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忍者蛙与双截龙》。这款游戏有4个版本，分别是 GB 版、红白机版、超人版，还有世界 MD 的版本。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当年的红白机版。世界 MD 还有超人的版本，因为是16位的机种，所以在手感上、节奏上和红白机版有比较明显的差异，还有很多的判定的细节都不一样。这样的话，大家在攻略的时候就不能使用和红白机一样的攻略方式。总体来说，16位的版本画面上要更好一点。但是在打击感上，我反而觉得红白机的版本更加出色。因为大家如果玩超人的版本，就会发现它的动作很滑，游戏的节奏比红白机版也要快。难度上，我感觉比红白机的版本也要高一些，但和它的前作相比，和忍者蛙相比，那就是一款老少皆宜的游戏了。因为忍者蛙初代的难度实在是太丧心病狂了。但是这2部作品也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前2关你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上手的体验时期，但一旦进入第3关，你前边攒下的多少条命都不够用，尤其是对于刚刚接触这款游戏的小伙伴来说，这款游戏的奖命给的非常的多，每关都有，并且你的分数每到达10万也会多1条命。但是攒得快，花的也快，很多的小兵难度上可以和很多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的 BOSS 相媲美了。这里咱们攻略的是第1关，鼠尾号飞船 ，BOSS 也是大家的熟人了，阿波波。阿波波在这里的出场方式和红白机版有所变化，最后是一拳把飞船的舱门打飞了。利用一下这个斜坡，毕竟是16位的主机，惯性做的非常丝滑。第2关的场景名字叫做布拉格巷，是用 BOSS 的名字大布拉格命名的。咱们也可以利用第2关，暂时难度不高，多积攒一下分数。其中双截龙兄弟砸的这一下是5000分，也就是说你砸20下就是1条命。机器人可以打出来棍子，刚才这一下竟然没有扎中地面的那个宝物。感觉游戏的判定在细节上还是有问题，而且这款游戏给我留下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，尤其是16位的超人版还有世界 MD 的版本都非常容易死机。希望这次录制咱们不要遇到类似的情况。这里的超人版捡炸弹的时候和红白机版明显是有区别的。站在正上方是捡不起来的，这个判定就非常奇怪。你需要和炸弹有一段的距离才能把这个东西捡起来。有小伙伴说合理啊，你站在炸弹上是踩上了呀，当然捡不起来了。好吧，游戏做的非常注重细节呀，我服了。
那为什么忍者蛙会和双截龙兄弟比利和吉米混到一起呢？本作的剧情是承接自初代忍者蛙的。黑暗女王被击败了之后，躲到了宇宙的深处，联系到了地球上的邪恶组织影子武士进行结盟。影子武士就是双截龙兄弟对抗的那个组织。这样，黑暗女王驾驶着她的巨象飞船，又重新开始了银河系的占领计划。与此相对的，忍者蛙们也找到了双截龙兄弟比利和吉米，双方联手。其实就是忍者蛙还有双截龙进行了一次梦幻的联动。但是这次联动主要还是以忍者蛙为主，因为对抗的最终 BOSS 就是黑暗女王，并且在系统上、招式上也有非常多的夸张的元素，这也是忍者蛙的一贯特色。3个小正方形的方块就是回血的道具，这里咱们需要站在屏幕的最边缘才能扔到门里面去。红白机版咱们站在屏幕的左侧向左扔，炸弹撞在屏幕边缘之后基本上就能反弹进屋了，但是超人版是不行的。这里就要进行竞速了。竞速这个地方的难度其实和忍者蛙相比还是不高的，而且这里的加分道具咱们至少可以奖3条命。我的生命数现在是5条以上，所以说看不见具体的数字了。这里的关卡设置和红白机版还是一样的，但是你在飞船上的普通攻击判定有略微的变化，我感觉比红白机版本的要强。因为红白机版这个地方最怕的就是后面上来的敌人。向后攻击的攻击判定比咱们的贴图要大得多。踢刚刚那个敌人的时候，大家应该也发现了，明明一直是在踢空气，结果对面还在不断的受伤。这里我错过了一个加分的道具。中间咱们别再错过就可以了。奖了1条，起头的一个又丢了，没关系，后面应该还够。这个分数的累计让我想起了马里奥。连续的踩敌人也有分数的加成。加分的道具看起来是没有了，一共应该是2条奖命，04个。这里飙车的速度不太快呀，我喜欢这个节奏。因为本身我也不会开车。前方就是 BOSS 战了，大布拉格是一只超大的拟人鼠。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所有的4个版本里边，超任版本的大布拉格是最大的，名副其实啊。所以这个版本它是比较难打的。
打完了之后还会躺在地上，让咱们追打最后一下。这一点在红白机上好像是没有，因为我玩红白机的版本，大布拉格是无法落地的，就在屏幕的角落不断的使用跳脚把它干掉。打琳达的时候追打的方式和红白机版也不一样，红白机版出的是直拳，左手抓着头发，右手出的是直拳，但是超人版出的是勾拳。第3关的场景叫做绳索和罗伯，罗伯就是本关 BOSS 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应该是制作组的一个失误，明显是对双截龙系列的 BOSS 不是那么了解。其实他就是威力，拿着枪的那个家伙，也是双截龙兄弟比利和吉米的老对手了。绳索的手感有变化，尤其是咱们在边缘蓄力的时候，已经失去了双截龙兄弟绳索的多段攻击的优势了，所以在这里的分数可能不会拿得像红白机版本那么多。并且还有一点，咱们跳起来去抓这些小炮台的时候，感觉判定上也不如红白机版强力，很难抓，必须跳得非常精准，你才能够去抓住它，然后进行攻击。跑动攻击出得非常迅速，对玩家抓机会的、抓时机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这里应该是在右边停不下，因为绳索的顶端是在屏幕的左侧。但是本作的绳索也有一个好处，它更加的容易操作了，尤其是在不蓄力的情况之下。这里是3关2了，第3关的流程非常长，几乎就是第1关加上第2关的长度。打琳达的方法和红白机版也不太一样，因为咱们如果走上去平 A 的话，非常容易被他的鞭子抽到，出手很快，判定也很强，所以一般我都是用跑动攻击。这地方我赶紧跑到了屏幕的左侧，在右边非常容易被一鞭子抽下去。这款游戏给我一个感觉，就是任何一个小兵你都需要认真来对待，就像是打 BOSS 一样。其实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款游戏，就是脱狱。有小伙伴说：“大叔，脱狱我们玩过呀，没有那么难啊。”我说的脱狱是街机版本的脱狱。街机版脱狱我曾经录制过一次，但实际上我录制的不是纯的街机版，是玩家的一个移植版。当然了，难度上降低了很多。真正的街机版，每一个小兵都有实力在5秒钟之内把你带走，所以打每一个小兵的时候都需要像打 BOSS 一样非常认真的对待，每一脚出不出，每一个跳踢的时机都需要小心谨慎，不然的话就是一条命。这里我一发蓄力，直接撞在了垫上，隐身道具也没有捡到。这个蓄力实在是太不好用了，但其实这样也更加的合理，因为红白机版本这个蓄力攻击比忍者蛙的好用太多了，导致忍者蛙没人用。并且终结技
双截龙兄弟是跳起来向下砸一下，跳起来之后能够躲掉很多敌人的攻击，包括最终 BOSS 黑暗女王的烧烤。但忍者蛙是站在地面用大脚踢人，就没有这个优势。所以当年玩这款游戏，我真的就是非常喜欢用双截龙兄弟，忍者蛙反而用的非常少。这里左右夹击啊，我左右为难啊，最终还是被电到了。为什么被电到了？其实这里我已经忘了，就是背板的能力下降了。我如果知道这里会被夹击的话，肯定不会这样莽，肯定会先把左边的躲掉，再往前走。到前面把电的机关给踢掉。3关3了，本关绳索出现的次数非常多，大概5、6次，所以这关关卡的名字上也有绳索。绳索和罗伯，正常应该是绳索和威力。补血的道具，这个地方不要急。其实极致的背板是能够冲过去的，我还是被电到了。隐身，这个隐身道具给的好啊。乌鸦反弹回来，我应该还可以再踢到的，掌握的好，可以踢好几次。这个绳索真的好操作，比红白机版强多了。但是现在这个场景不好过，因为掉落物非常密集，有的速度还非常快。掉落物密集应该是因为超刃的机能比红白机要强，所以说它同屏显示的活动块就更多。还是被砸到了，前方就是 BOSS 战了，给了一个回血的道具，但是超刃的版本第3关 BOSS 战场的部分比红白机版要寒酸一些。我记得红白机版后面还有一个标志来着。这里的打法也有变化，红白机版最好是和它近身进行搏斗，因为近身它2个枪托之后，你如果按住了连发的平 A， 是能够把攻击的节奏抢回来的，但是超人的版本不行。所以说这里咱们要保持距离。我被枪托锤倒了一次，他开枪了。这个枪被击中就是1条命，咱们是落不下来的。但是超人版本的 BOSS 耐久上好像比红白机版要差。那好吧，本期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